嗯，老王啊，在你手底下当牛做马3年，要不是你这次太过分，我也不能下这种死手啊。老王，一路走好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其实我俩今天找你还有一别的事儿。对，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好啊，属于临时起意。对，就这么说啊，咱们虽然说现在这个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但是你说咱俩回到7月，好像也不太合适。而且眼下这个就业形势你也知道，多难啊！想在短时间内找一个好工作，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嘛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嘛，还是得跟气场合适的人在一起，环境不对，人不对，怎么都没有干劲。所以我打算从7月辞职。对，就像那句话，我认为说的挺有道理的嘛。艺术就是你五体投地、粉身碎骨，他还不一定见得对你微笑。我觉得不光是艺术了，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事儿都是这样。既然要粉身碎骨，不如就碎得彻底一点，干脆就另起炉灶。你们俩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反正你现在也找不到工作嘛，所以我们就是想，就是说弄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我们3个各司其职，创立一个自己的设计师品牌。对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不用再说了。我同意。这就同意了。太好了！哎，你们俩是因为我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你们俩。我相信啊，只要咱们团结一致，一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。对，那咱们就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有技术的出技术，有创意出创意，怎么样？我出设计还有创意，我出力。我出钱。干杯！来，不是你们都欺负我啊！团结，团结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拍得太好了，真的超出我的预期。之前听说道具出问题，我急得几天都没睡踏实，没想到一点没耽误啊！没，这得感谢乔总您啊对我们的这个信任跟支持啊，这才能这么快的做出来。您喝水。说真的呀，我挺羡慕你们2位的，这生活上互相照顾，这工作上彼此扶持，神仙眷侣，真的太棒了。嗨，那在片场，你俩这谁听谁的呀？哦，我们各自的项目，我们就都独立执行的，自己拍自己的。啊？各拍各的？对。哦，那还一起开公司？啊，对，来，你喝点水，喝点水来。好，喝点水。梁总，早。哎，今天面试来几个人了？ 5个。
有没有一个叫盛阳的？没来。如果他来了的话，你告诉我一声。好。奶粉那项目，我想跟你再商量一下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这项目从创意到落地都是大家辛辛苦苦、没日没夜做的。现在是这客户百般刁难，我们就只能这样一味迁就吗？那怎么着啊？还能解约是怎么着？上次那条广告，小演员的现场出了事故。给会计那儿捅那么大一窟窿，那窟窿还没补上呢。人家是一奶业集团，人家是给咱来送钱的，人就是大爷，人家要怎么改，咱就按人改就完了。客户是大爷，那咱们是什么呀？卖笑的。你知道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个词是什么吗？甲方爸爸。我记得刚入行的时候，大家还管自己叫广告狗，也不管客户叫爸爸。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现在都变成理所应当的了。咱们创立简易的时候达成过一致吧？服务不等于无原则的迁就，是不是得有点契约精神？能做起来吗？契约精神有用吗？你敢光讲契约精神吗？得懂点人情世故吧，是不是？要不咱都争口气，你也争口气，我也争口气，全公司都跟人争口气，争口气咱喝西北风去啊！你这不抬杠吗？老薛，你记不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啊？咱们拿钱干活，付出的不只是时间，更是我们喝过的每一口酒，品过的每一杯咖啡，吃过的每一道饭菜，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谈过的每一场恋爱。行，我说过的话多了啊，你都记着呢吗？都记着呢呀。哼，哎，我说过这公司，我也是老板之一，这话我说过吧？你是啊。咱说过有什么事互相商量吗？我什么事没跟你商量啊？你看这什么羊？他今儿是不是要来面试来？这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？就是一个面试，犯得着吗？你跟我较劲就是因为这个呀？啊，就是因为一个面试啊，面试是面试了，那这人不能进来行不行啊？郑老师，您好。盛阳，对，是我。你终于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上次帮我们修复了沙盘的事情。哦，那个我就帮一小忙，没什么。坐下说。啊，你的简历呢？我看过了，从广告公司出来的，原来是做平面和做海报为主，是吧？没错。哎，视频擅长吗？视频参与的比较少。那你以前跟过组吧？珊姐，郑老师，珊姐，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面试的。我跟两朋友开了工作室，如果你们以后还有需要救场的情况，或者是有合适的项目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摩西广告。凭什么呢？你说凭什么？哦，你喜欢一个就带公司了，你喜欢一个就带公司了，那公司成什么了？啊，你上下的这些兄弟姐妹们，人家怎么想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俩是分开了啊。你想腻歪，你上外面腻歪，你别给我领公司来。薛一鸣，你不会好好说话，你就别说。什么叫我喜欢一个我就领公司来一个呀？公司招人的标准是什么？
前2天道具砸坏了，人1夜没合眼，跟2个道具师傅修好了。老郑那么挑剔的人，都说不出半个不字儿。那你说哪儿不行？你给我一个理由。没有是吧？没有，那就请薛总，以后对待招人的标准啊，一视同仁。现在小孩也挺逗的，自己做老板就做老板嘛，还特意跑过来告诉你一声。哎，导。尚来了吗？来了，不过人现在自己创业了，跟2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工作室。人呢？刚走。还有这几个。导演好。导演好。金娜，雪梨汁，不加糖不加冰，清热去火。你刚说的那么多话，嗓子疼了吧？跟我来一点。金娜好。珊姐好。部里人我可走了啊。你等会儿，这盛阳要来面试的事儿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没告诉我呀？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？一个盛阳，至于吗？给你弄得鸡翅白脸。你们俩真够可以的。他身边早晚会出现别人，不是盛阳，就是盛月、盛海、盛森林。不是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你要耍你上外边耍去呗。你起码我眼不见心不烦吧，对吧？心弄的领公司来干嘛呀？恭喜你啊，盛总！你都知道了？早知道你有这雄心壮志，就不叫你来面试了。要创业了也不说一声，手机上发个信息说一下，那么难吗？我是想当面跟你说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吗？我跟老薛当年是在这个行业里站稳了脚，有了十足的把握，才下定决心开始创业。那你现在靠什么呢？靠一腔热血发电啊！我知道，一开始会很难，前期投入大，客户不信任，缺乏竞争力。知道还这么任性？但我总得迈出这一步吧。我也是有职业理想的，我也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设计工作室。其实一开始宋晨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扯。创业的路绝对是人生里面最难走的一条，但我平时本来也在接散活儿，几大核心问题：如何包装，如何定位，如何做好客户的服务，
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？其实这些我都有仔细的想过，所以我觉得参加比赛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，是目前打开局面最好的办法。参加什么比赛啊？这个，你还想拍 TVC 啊？怎么着？你们平面行业已经容不下你了，要动起来是吗？不是，现在是短视频时代。如果我们还是做 logo、做海报，还是做平面的那一套东西的话，打动不了观众的。我们得把创意做出来，把视觉动态化，才能更好的出圈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想请你做我们参赛影片的导演，帮我们迈出第一步。你愿意吗？合着你今天不是来面试的，是来面试我的？你要那么想，也可以啊。路都不会走呢，你就想跑？你怎么不上天啊你？咱们俩之前合作不挺好的吗？而且这段时间我在你的棚里跟着你学习，也学到了不少拍摄的这些技巧啊、知识什么的，也不全是门外汉了。好，那你应该知道，广告通常不超过1分钟，对吧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动观众是成败的关键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那就给你1分钟，阐述你的创意，打动我了呢，我就答应你。啊，开始。哎，现在我没准备好啊。你没准备你就来邀请我，我凭什么答应你呢？开始。我们想做一个公益广告，灵感来源于你之前拍的那个环卫工人的那个公益广告，你记得吧？40秒。其实就是倡导垃圾分类，但是以垃圾的主观视角来展开，拟人化，你明白吧？就是垃圾它有了生命，它可以看到一切的东西跟事物。25秒。一般的公益广告呢，都是采用铺数据、讲道理、讲事实的那种方式，很无聊，无法打动观众。所以我其实也没想好，但是我打算用U14全流程制作概念 ，CG 跟实物相结合，就是把全世界的那些垃圾都汇聚在一起，然后把它用 CG 做成一个像怪兽。没听懂，你已经失去了你的第1个观众。金导，我太突然了，我没准备。所以说呀，年轻有冲劲是好事儿，但是没想好了就冲是会摔跤的。本来呢，真的想邀请你到简易，慢慢的去熟悉这个领域，但是现在你已经另有打算了，那就祝你好运。哎，你别走，别走，我承认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而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我刚才听见你跟薛一鸣的谈话。他已经不是你搭档了，考虑考虑我们俩试着跑跑，行不行？这跟我希不希望他幸福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多年，简冰一直在你的光环之下，小心谨慎，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？也就是在片场偶尔能露点锋芒。你把简易当成自己的孩子，你觉得他不是吗？你要真是为他好，就做一个耳聋眼瞎的潜伏。我相信简冰一定会做出对公司有利的选择。那小子是骗他呢，想借着简冰他往上爬呢？你说现在小孩哪有一单纯的？他要真是一骗子，我有办法收拾他。什么意思？我也饶不了他。但是你说，简冰也是一成年人了啊，也都这岁数了，对吧？你说你这找一这多不靠谱啊！回头这圈子里边，到时候你不是让人笑话吗？有什么可笑话的呀？这岁数怎么了？在你眼里，30多岁女人就不能跟20多岁男人在一起啊？没有，就不配被真正的爱上是吗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这不是怕他受伤害吗？你给他伤害还不够啊？在你这池塘里，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当年就是因为他恋爱谈少了，才瞎了眼跟了你。
这回机会来了，正好练练眼神儿。行，我咸吃萝卜淡操心啊，我多此一举。哼，真是多此一举。人家盛阳都不来公司了，你在这发这么大脾气？什么不来公司了？他自己去创业了。啊，合着简冰这跟我这儿讨论半天，最后他不来了，这简冰给他说了一车子好话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这简冰不是热脸贴他冷屁股了吗？嘿，这小子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？简易，这是简易，他能说来就来，不来吗？怎么着？我再给你叫回来？不是给我叫回来干嘛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胆儿太大了，这不欺负简冰吗？这不是？是不是欺负简冰？不是，我不管，你们姐们儿去管去，我不管。接着说。不是我不管这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哪儿凉快我哪儿待着。谁让你偷听别人说话的？那不是因为简导平时难得夸我呢，夸我一次，我可不得好好听听吗？哎，但是那薛一鸣说话太难听了，我要揍他。能别跟简双似的，动不动就要揍谁？能不能学点别的？学，我学，跟简导学习。既然薛一鸣跟你配速已经不一样了，那你就得找一个目标跟配速跟你一样的，跟你一起跑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谢谢，我会找的。你也不一样。哎不，我可以学嘛。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而且你是有交通工具的，你跑得快，你坐火箭肯定比我腿儿跑得快啊。所以我开工作室，也是想有一个加速器。我必须要试一下，如果我不迈出这一步的话，我这一辈子我都追不上你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啊，要说服你的话，肯定要拿出实打实的创意来，不能光靠嘴来说。你给我几天的时间，等我把那创意脚本还有那预算都做出来之后，我拿给你看，绝对不耽误你时间，行不行？你要试就试呗，我又拦不住你。但是真的，这个行业里面现在，注重质感、注重创意的客户越来越少了。你花费时间精力去拍一条广告片，可能都不如一个网红在直播间里推销他一句来得更容易、更直接。那你不也在坚持吗？嗯。那就一起坚持坚持吧。加油啊！等你大作，水喽。拜拜。那你等我啊，我很快就把那个方案都送给你看。加油。还没想好呢。早日康复，太俗气；友谊长存，太老气；生来生放，是不是有点土？是。这什么啊？冰球杆啊？打球打的都把乐理给忘了吧？仔细看看。休止符。意思就是，你现在先好好休息，但是很快就会迎来下一个乐章。没事儿吧你？怎么朗诵散文了？哎，李生，舅。方老师。哎。大夫咋说？大夫说今儿就能回去了。我知道你脚不方便，就给你租了个轮椅。你放心，消过毒了。还有啊，俊杰说你平时喜欢穿裤子，
打着石膏不方便，我就给你买2个裙子。款式就别计较了啊。你这伤筋动骨，得多注意营养均衡啊。是方老师。关键是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拿着，把这个伸进去，挠一挠，不痒，就。病人的药。谢谢啊。阿姨主持，1周后复查。谢谢。要不加个微信吧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我。我电话落车了。是。金姐，来。一会儿记得加小姐姐微信啊，有什么事儿就问她，啊，谢谢。你跟你姐联系了吗？没。出这么大事儿，你不好得跟她说一声啊！赶紧收拾东西吧，我去开车去。一会儿咱们楼下见。好嘞。楼下见。我说，你就之前谈过恋爱吗？啊？以他的长相、人品、工资、收入、细心程度，身边应该不缺女人啊。一直这么单着，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别胡说八道啊！他各方面都很健康。身体上看着还行，心理上你怎么知道健不健康啊？废话，他是我救的。那他又不跟你谈恋爱，哎，他们当初为什么分手啊？跟你姐情况一样啊，他也被绿了。你能小点声吗？光荣啊！那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找，不会是心理上有什么阴影吧？据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忘不掉的前女友，要是他甩人家还行，人家把他甩了，可不得心理不平衡吗？他就是没遇到合适的。那怎么知道我姐合适呢？他不会心理上有什么扭曲吧？报复心理，觉得我姐好欺负呀？哎呦，大姐，您腿都瘸了，能照顾下自个儿吗？身体健全了再八卦。男人。来吧，开动脑筋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太难了，最讨厌头脑风暴了。把垃圾当主角，从他们的视角出发，那能讲出个什么故事啊？这样吧，我先来说。垃圾分类，就是给每一个垃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人类就是主考官，他们在扔垃圾的时候，就操控了每个垃圾的命运。稍有不慎，就可能产生蝴蝶效应。有一天，所有的垃圾都聚到一起，在城市里面肆虐，人类恐惧无比。暗黑系，我喜欢。那是个灾难片啊，怎么拍啊？具体怎么呈现，我再好好想想。哎，那垃圾谁演啊？他爸，快来帮我一下！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好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这是许仙配白娘子，砂锅配电子。快点的，有点烫。孩儿们，用膳了。吃饭了。来了。你要想公婆呀？你烦不烦啊你？哎，小帅哥，搭把手，好嘞，好香啊！饺子来了，来坐坐坐坐坐。好嘞。饺子什么馅儿的呀？我阿姨做的一定好吃。这是他爸最喜欢的大虾馅儿的，这不是我做的，是在超市买的。潘大小姐应该是没见过这个东西啊，家里边是不是都有保姆做的山珍海味啊？
什么是山珍海味啊？饿了，什么都是山珍海味。动筷子，动筷子。好嘞，开马屁套嘴了。那个，哎，吃。洋洋呢？洋洋他不吃啊？啊？洋洋，甭管他了，我刚才叫过他了。年轻人忙点好，忙点好。哎，菜凉了怎么办？哦，对哦。我们家条件还可以，有锅有灶的。嗯，对吗？凉了就热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是，还不锅炉呢。哎，我先给调个料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来把我帮着。来吃。哎呀，小心，慢点。好吃多吃啊。儿子。说好慢点吃。哎呀，放这儿了啊。儿子，趁热吃啊！哎，怎么样？我的手艺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都是我做的。这3个哈。哎，还有这汤，尝尝。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换脑。小心啊！在哪儿呢？哎呦，要不我下来自己走了。没事，不重啊，这不重。雪梨汁，不加糖不加冰，清热去火。你刚说了那么多话，早都疼了吧？歇会儿。你紧张吗？啊？我紧张什么呀？应该紧张的人是你啊！可我姐一会儿要是骂我，把你也给捎上了，可怎么办啊？你说碰上这种事儿，谁不生气？行。够爷们儿，一会儿就看您的了。不是，你确定你姐在家吗？要不要先给她打个电话啊？跟她确认一下。啊？我回来了，不用打。姐。啊，你回来了。那个姐，他没什么大事儿，出了点小意外。哎，做了个小手术。我先躺会儿。没事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憋了一肚子火。他不想告诉你的是怕你骂他。你等他好了以后啊，你想什么时候骂他都可以。他这骨折大夫说呀，石膏再过10来天就能拆了。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他那个半月板，大夫说3度损伤。哎，但是他运气好啊，损伤部位不用切除，只要按时吃药、按时休息，做好康复性训练，以后走路、跑跳都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冰球也不用打了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上周，那个比赛完了以后。这得有1个多星期了吧？对，这是简双的风格，先斩后奏，什么事儿都瞒着我，兜不住了才想起他有一个姐姐。这事怪我，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。你像你这么忙，就算你知道了，除了担心，你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他该疼，手术该做，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。这一躺，这么长时间不行，这学业都耽误了，我得去学校给他拿书去。哎，不用，我东西拿回来了，都在这儿，衣服也都整理好了，是请他室友给帮忙整理的。我跟那个专业课老师都打过招呼了，总共7门课，哎，课程表帮他上好了，你看一下。
讲义呢，到时候会给他发到邮箱，让他在家自学就行了。啊，那个音乐产业概论，下周5呢要交论文，民族音乐概论，再过2周就考试了，论文必须按时交。如果这个考试赶不上的话，我可以帮他申请下学期补考。我估计也就耽误1、2次出勤，绝对不会耽误结构。谢谢啊，方老师。应该的。啊，还有，这是口服药，这个是换血的药，所有注意事项我都写在了这个病历本的最后1页。谢谢啊，方老师，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。没有，应该的。怎么说我也是他的老师啊。哦，他住院做手术的钱都是您垫付的吧？我转你。哎，不用，这个学校都能报。他又不是工伤，学校为什么给他报销啊？现在的大学啊，学生都有医保。哦。所有大学老师都像你这么细心吗？啊。那还挺好。您坐吧。我不是说不用给我转钱了，您怎么？不是还有饭钱啊、路费啊什么的，您就收了吧，方老师，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你是不是不想欠我的人情啊？我这个人，我从来就不愿意欠任何人的，而且您忙前忙后已经1个多星期了。哦，看来你习惯用钱来解决人情问题啊。哦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那个，其实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时候总是心口不一。你嘴上说不关心你妹妹，可她从进门开始，你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。你是不是担心自己，怕自己没照顾好她，啊，内疚？我觉得我可能把她照顾得太好了，都惯得不像样了。回回惹麻烦，我都说要收拾他，但是从来就没下得了手。早知道他这么爱打冰球，我还不如把他送体校去呢，学什么音乐啊？这几年下来，这装备费用也得几十万，这不是更贵吗？你不后悔啊？不后悔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打不了了，我把他那些装备都挂到二手网站上卖了去。你要真这么想的话，上次在比赛的时候你就不会跟我说，啊，希望你妹妹能在她这个年纪做她喜欢的事儿。我想她这个任性，也是你默许的吧？你给她画了条道，只要她能够高兴、健康，她做什么决定，你都会尊重。简双是我带大的，我既希望她的成长过程是快乐和自由的。又希望我能把他教育好，让他有独立生存的能力。我也一直在学怎么把握这个分寸。我这些年，我这脸啊，在黑脸白脸之间来回切换，切得我脸都疼了。那也比我强。你知道我这个外甥，他妈为什么舍得交给我吗？就因为当年他妈让我送他去高考，结果前一天我忘了加油了。耽误了10分钟，差点连考场都进不去。他这一紧张就没考好，他妈只能把他送到我的学校来，说给我4年时间，啊，让我把我的外甥培养成才，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出国留学。哎呀，我看你处理简双的事儿这么细心，不像是能犯这种错误的人啊。哎，从此以后。我还哪敢不细心啊？这不吃一堑长一智吗？而且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哪是郝俊杰的舅舅啊，他是我舅舅，都得供着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你呢，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这一点可以从你的作品里看出来。我有什么作品？广告啊。
你的广告拍得特别好，每一部我都看过，而且看了无数遍了。广告还能看无数遍？当然啊，而我还专门研究过呢，就一帧一帧看，哎，每一帧都非常的完美。你就是一个艺术家，有一颗童心，而且你充满着想象力。你拍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宣传这些产品，你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你的想法。你独自一人挥舞着长剑，跟这个世界做着无声的对抗。你从来不会为这个世界妥协，这就是你，简冰。你表面看着成熟，其实你心里一直怀揣着那颗不服不分的劲儿，这一点不可多得。嘿，不愧是大学老师哈，说起话来就是头头是道的。哎，不敢当。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在用你的作品在迷之音。交错的藤蔓爬满了回忆，时间故意留下痕迹，再谈起今日往昔，平淡多不容易，我想你也同意。都说爱情是难懂的问题，交给命运还是自己，不在意假装脱离，言不由衷是一种坏默契。有人早早离去，有人曾经定义在心里，不过是唯一。等待让人耗尽力气，却又看到你，从未想过放弃。我想我愿意把我交给你，曾经孤单旅行，有了你才有意义。我想我愿意为你而呼吸，最后终于相信，勇敢才是